大家好，我是大王。我是小汪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嗓子还没有好，上一期开始哑的，然后今天还是接着哑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去你的！今天我们俩看到一个超级搞笑的视频，这个视频在国内现在也非常火，是关于一个男性吧，他去找了10个女生来进行相亲，然后分别测试女生现在能不能接受 AA 制，有点像社会性实验了哈。对，因为现在关于男女相亲到底要不要 AA 制嘛，引起了国内广泛的这个年轻人也好，中年人也好的一个广泛的讨论。大家很多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。我们俩初步探讨了一下，我们俩的观点就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先看视频。现在好多偏激的女生喷我，我就好怕从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女的把我嘎了。朋友们，这次我约了10个女生相亲，为什么是10个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啊。同样的，我会跟他们说 AA， 但这次呢，会跟往常有些许的不同 ，different。我买了一些小东西，就是要送给那些我说 AA 之后，他们理解 AA， 并且对我不下头的女生，因为他们值得啊。所以男生花点钱没啥，我就是要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男生说 AA 不等于抠门，只是不想在刚刚接触的时候、恋爱的时候，被某些人当傻子、当 ATM 啊。那些人总是以你抠之名行自私之实，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你。哎呀，那么小气，那么抠门，你是男人吗？嘿，难道不是2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最公平、最平等的方式吗？彼此看上了，有感情了，那不 A 了。我们男生愿意付出，没看上，也没欠啥，多好！我买了6瓶啊，10个人，大家猜一猜，我会送出去几瓶？我第一次说 AA 的时候，他们喷我，说我方法错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女生是同意 AA 的，只是你要在约的时候就说。好，于是我听了，那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但是依然让我碰到了4个非常可爱的小天使啊，我很愿意去买单。然后又有女生说了，活该被喷啊，不喷你喷谁啊？我们女生更愿意你请一顿我请一顿，轮着来。OK， 所以这次轮着来，这10个女生我请2次，第一次见面我将全程买单，然后第2次见面，首先看女生会不会回请，没有我再说 AA， 看他们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对我下头。大家可以猜一猜啊，我都很期待啊。如果真的像网上说的他们会回请的话，都不用我说 AA 啊，按照女生会主动回请的说法，按照他们没看上会把钱 A 给你的说法，这完全是开卷考试了啊。但凡有回请意识的，这小礼物还不信手拈来？我那个6个小礼物不够分呢，我还得去进货呢。我当然是希望全部送出去的啊，所以各位 AA 女判官，你们要怎么喷我呀？相亲你们要男生先请，好，那我就先请。你们说没看上会 A 回去，好，那我就等你 A 回来。你们不喜欢 AA， 喜欢轮着来，好，那我就期待你真的能轮着来。都说这句话啊，我就想知道，这次在我全程买单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进第2次。他们是不是依然默认男生买单，因为 AA 下头？我要日月环星天！兄弟们，这几天是高强度啊，确实高强度，精神、体力、金钱都是高强度。接下来说一下啊，这10次相亲啊，继续正常流程啊，先咖啡再吃饭啊，我都买单。吃完之后愿意逛街的就继续逛街啊，期间的开销我买单。如果他还回去了，就给他打好车啊，我买单。一套非常绅士贴心的服务流程，李莲英看了都说好啊。哼，小英子也就早生了几百年，但凡遇到咱家，确实他们也提到了太后的快乐啊，这哥们聊天有趣，舍得花钱，谁不开心啊？说我是宝藏男孩呢，还你们猜我发现了啥？会提供情绪价值的 ATM。应该是最近10年开始，无论男生女生都默认男生买单，无论什么关系啊，8成都是男生买单，所以他们在我买单的时候啊，都表现得很自然。我来吧，这样的客气啊，一次都没有啊。各位要知道啊，我最少都买2次单，1次咖啡1次饭嘛，最多的时候买了4次单，因为吃完饭之后还继续逛嘛。
好，第一次约完了，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有几个愿意跟我继续接触的呢？恭喜你答对了，有7个愿意跟我继续接触，其中3个呢是越聊越感觉三观不一致，很离谱，所以送他们回去之后呢，彼此就默契的没有联系了。但是呢，也没把饭钱 A 给我。这跟网上说的不一样啊，不是说没看上的话女生会 A 回来吗？隔天都没 A 给我呀。我觉得啊，肯定是他们忘记了，那些女生怎么会小气呢？就一顿饭而已嘛，谁都不差。其实啊，根据我自己的经历，大部分女生就算没看上你，也不会跟你 AA。我不说其他地方，就说深圳的相亲圈，我相亲4年就没有碰到过主动跟你 AA 的，就是说没看上你啊。如果没看上就主动 AA 的女生真的有网上说的那么多，我们男生会很开心的。那么多宝藏女孩，爱了爱了。其实大部分的女生还是高高在上的心态，你约我你出钱，不约那就怪男生不主动。我没看上你还是你出钱，因为是你约的，你约的无敌啦，你约的就是王炸。无论你说啥，无论你多有道理，王炸一出谁与争锋，我炸。你要说 AA 那就是你抠门下头，关键大部分男生都会请，不像我啊，但求公平平等。好，还有7个女生，她们还问我哪天有时间，因为我说我会拍照嘛，她们就很开心啊，哎呀你会拍照啊，哎呀给我拍给我拍。然后我就直说了，我天天见女生忙得很，你们排队去吧。他们就以为我是开玩笑，觉得我更有趣了，更喜欢我了。确实啊，在他们的视角，我把他们服务得很好，啥都安排好了，啥都有人买单，这不就是很多女生想要的，让自己不带脑子玩的男朋友吗？好，陆续跟7个女生开始第2次见面了，好戏开始了。毕竟按照网上说的，会来回请，我也很期待他们会不会主动买单。还是我先说 AA。 见面的时候啊，其中有1个女生给我带礼子了啊，我非常开心。这7个女生呢，2个是饭前说 AA，5个是饭后说 AA 啊。如果那5个女生没有回请我的话，那我还是会说 AA。为什么还有2个饭前说呢？是因为我还是挺想知道，在我请了1次之后，我在饭前说 AA， 他们会不会还是认为我下头？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了啊，这2个饭前说 AA 的女生，他们会不会对我下头呢？小礼物会不会是他们的呢？好，猜完了啊，2个饭前说 AA 的，在我说 AA 之后，开心的表情立马尬住了，我就知道完了，对我下头了，肯定还是默认我买单。如果是决定回请的，他们肯定会说，哇，那么好嘛，我本来要请你的耶。或者 A 什么呀，我请你啊。当然也有可能本来是想请的，但是一听到我说 AA 就下头了，就无语了，不请了。当时我在他们的脸上啊，确实都能看到对我的失望。后来嘛，我们没有去吃饭，女生呢就找理由走了。成年人的体面。后来他们也发消息给我了啊，算是离别赠言。发完消息之后就把我拉黑了。他们说了那么多啊，唯独没有说本来我想请你的。大家可以猜一下啊，上来的钱他们 A 给我没？但是我更遗憾的是啊，我的小礼物没送出去。好，接下来还有5个女生，大家就可以猜一猜，是他们先回请呢？如果他们有这个意识的话，还是我先说 AA 呢？如果我说 AA， 他们会不会觉得抠门且下头呢？送礼子的女生也在里面啊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得很开心，聊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说走吧。然后有3个女生是站起来直接就走。看来确实啊，在他们的人生里面是真的习惯了男生买单，也印证了相亲界的一句话，我对你有眼缘，你的条件也不错，好，那你可以开始追我了。其实在他们起身的时候啊，我还在想他们会不会是去前台买单，是哥们我天真了啊，说好的轮着来呢。然后就去买单了。买完单我就跟那几个女生说，我们 AA 吧。你们真的无法想象当时他们的尴尬以及瞳孔里闪烁出来的震惊。没想到我居然是这样的人呐，上次的你果然是在伪装嘛。然后他们就走了，就好像是我把他们惹生气了，然后他们走了，然后又发信息对我一顿指责。其中有个姐妹很硬气，让我把所有的钱都算出来，
他 A 给我。哎，兄弟们啊，真的，在有些女生看来啊，她答应跟你出来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 AA 拉黑，他们 A 给我的钱呢，我也没收。他不差这顿饭钱，难道我差吗？好，10个就剩2个了啊！一个在我说走吧的时候，他依然坐在那里玩手机。哎呀，很明显啊，小礼物他也没分了，因为他也很明显默认男生买单。这个时候我就想问天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，我是不是错了？为什么要去期待一个没有的东西呢？所以我就盯着他看，他呢也发现我在看他，于是也看着我，然后他妈的，他脸红了，我操，脸红了，还娇羞起来了，娇羞起来了，还说你干嘛呀？我走，兄弟们，我就你知道吗？他的脸红和娇羞打乱了我的一切节奏，但是摸了胳膊的。她的脸红是真好看啊！果然脸红才是女生最好的化妆吗？果然温柔才是女生最大的武器吗？果然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吗？那个时候我又开始思想斗争了，但是使命告诉我，不行，我不能被美色所迷惑，我追求的是公平，还特么是公平。幸好对视的时候他没闭眼，万一我一个把持不住，对吧？我就得给他买单一辈子了。所以冷静下来的我就直接盯着他说，去买单，是不是很酷？本来我是想说 AA 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咋的啊，说去买单了。然后他就疑惑了一下嘛，就问我吗？我说不然嘞。然后他就去买单了，不知道咋的啊，让他去买单，他乖乖去买单的时候啊，内心还是有点小爽的，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。这该死的小虚荣心。最主要的是啊，他买完单之后我们没有尴尬，继续逛街聊天，然后我就请了他吃了一些小吃。他也跟我说啊，我是第一个让他去买单的男人，平常都是男生请他，没有请过男生，觉得我真敢啊！当时还觉得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所以他是无法接受买单的啊，我一个例外而已，但是也没有下一次了。当然他也不接受 AA， 认为 AA 的男生下头。我也有问他，你是不是觉得男生都应该买单？他就说男生追女生就应该付出啊。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啊，确实追他的男生也多啊。好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有惊喜的，所以才放到最后一个说。什么惊喜呢？他提前买单了。提前买单，兄弟。哦，师爷翻译什么是惊喜，什么是 TMD 惊喜。我以后也可以跟别人说，我遇到过一个我买一次单他就买一次单的女生了，填补了我这方面的市场空白，所以那个小礼物是他的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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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等一下就回去了？是的呀。那等一下我给你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为什么要给我呀？想给你就给你啦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嘛？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给我呀。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，你知道今晚要我请你吃饭，你还知道回请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品质，所以就给你。但是你刚刚也请了呀，我们2个就互没事，你要就代表我个心意，你如果想要继续跟我了解的就拿着。这有点绝对了吧？那你先拿着嘛，就是无论我们好不好，以后好不好啊，这就是我个心意而已，你不要压力，就是对吧？这样子。对。那行吧。对你收着我反而更开心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这样的你这样女生值得，你知道吗？那值得。谢谢你啊。我们不能让懂事的女生失望。我希望我的好能让她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。然后我也问她，如果我在线上跟你说 AA， 你会怎么样？你还会出来吗？她很直白的告诉我，不会。点改。她说这样男生太降好感了。我还是不死心，就问他，那如果是请完你咖啡之后呢？在饭前跟你说 AA。 他想了一下说，那个男生是没看上我吗？我说不是，
只是想在相亲的陌生时期求一个公平平等而已。他就笑了。当然那个男生跟公平平等过去啊，男生说 AA 太抠门，这也是为男生好呀，对吧？你要想追女生，想跟女生结婚的，你不能这样抠门的。像你又请客又送礼物的，很提升好感的。各位 AA 女判官，我只是客观陈述事实。首先90%女生都无法接受男生说 AA， 女生可以自己说 AA， 自己说没问题，男生说 AA 100%的下头。我说这话你们没必要急，因为这也是在给你们筛选男生啊，这是为你们好，急啥？你们去找愿意给你们完全买单的就行。对，就这个男生感觉还是非常有逻辑、有条理的哈。他把这10个女生还分为2类，第一类啊，就是他在赴约之前，第2顿赴约之前，他特意先跟女生说了，说啊，这顿你请，咱们算 AA。第2类就是他没有在事前说，而是在事后，在现场，他期待这个女生啊能主动 AA。如果女生不主动 AA 呢，他就去跟这个女生说啊，咱们 AA 一下，请你去买单哈之类的，就大概这么个意思。然后最后啊，他准备了10份礼物嘛，如果哪个女生第2顿真的跟他就是 AA 了，那他就会把这个价值应该是还不菲的一个小礼物送给女生，远超过这个女生付的饭钱哈，然后算是一个鼓励女生啊，能以这样的一个公平的态度跟男生一起 AA， 他觉得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。结果这10个礼物最后只送出去了1份啊，而且就算这唯一送出的1份，那个女生还是认为让他去 AA， 让他去买单是很下头的一件事儿，即便他自己花了钱，他也认为这样做男生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哈。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。这个男生也说到哈，他把前面一半的女生归为第一类，就是说去吃饭之前就跟女生提好说咱们 AA，是因为呢在网上有很多女生或者说男性吧，认为有些女生很女权主义，他们觉得你要跟我 AA 没问题呀，那你吃饭之前就跟我说，我同意了，那我自然表示我接受可以 AA。如果你不提前跟我说，你现场跟我说，那你就很下头了。所以这个男生就是说我为了堵住这部分女生的嘴，你不要跟我说，我现场告诉你，然后又埋怨我下头，所以我提前跟你说。其实就这件事儿，以我的观点来看哈，这个男生虽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结论，但我认为这可能他存在一个误区。其实女生认为这个男生跟他 AA 下头降好感，并不是完全认为这个男生抠，这只能算是一方面。其实另外一方面，大概率就是因为这个女生认为这个男生对她没有好感，所以不认可她，才会让她 AA。如果这个男生见了这个女生1-2面之后，就非常喜欢这个女生，就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放在手上怕掉了这种感觉的话，那肯定是不可能要求这个女生去跟他 AA 嘛。所以女生就认为啊，你跟我 AA 就说明啊，你没太看得上我，或者是说你看不上我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会觉得非常下头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儿了。我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想分析起女生的心理来了？我估计是这样的心理。不过我觉得吧，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女生，其实这一波呢，我还是稍微有点站这个男生的，因为确实现在就是在相亲的时候要不要 AA 制，就是网上讨论的如火如荼，就是也有各种现在性别对立啊，然后什么女权呐，然后仙女啊这种词都跑出来了。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呢，女生确实有很多的女生，她们可能会期待在相亲的时候是由男生来进行付款。一方面可能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绵延吧，这么长时间的一个，好像有点是男主外女主内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客观来说，多多少少确实男性他的那个收入的平均水平应该是高于女性的，所以有的女生呢，是这样，社会现实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女生。就是很多女生目前还没有调整好心态，就是会觉得好像恋爱的话应该是由男生来追自己，我还没跟你谈恋爱呢，那我谈什么付出啊？我为啥要 AA 呀？都总觉得好像期待着男生来追自己。但是在现在这个相亲，我也经常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吐槽啊，也都听过各种各样的，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在现在相亲，男的已经根本没有什么主动追这一说了，除非真的是喜欢的不要的，喜欢不行就一见钟情，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，长得像刘亦菲这样，
不然的话，就基本上男的也都不会说那么我主动的，对，不会去主动追。而且现在你想，结婚率都下降这么严重，然后这个生育率也低，就是很多原因，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是来自于男性，他就对婚姻不像以前那么渴望了，也不再愿意说走进婚姻、走进恋爱。那男的就会觉得相亲的话，那大家就是互相把条件摆在桌子上来看一下，匹配，对，条件匹配，然后就是工作呀、收入啊、家庭啊、原生家庭啊，如果大家都 match 都满意，那不就开始前面谈的时候我们就 AA， 然后走路结婚了之后，或者说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了之后，让男的多付一下，男的一般也都是愿意的。但是在相亲阶段，好像男的确实目前社会上的反馈都是说，男的已经不太愿意去到处去请女生吃饭这样。但我觉得女生她可能也心理上她也会有一种担心啊，你就想，我跟你刚认识，咱俩还处于正在互相接触，可能在要互相你要追我的这个阶段，哎，这个时候你都要跟我 AA， 那你这种男生抠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那么以后生活在一起之后，结了婚之后，那因为熟悉了嘛，那你之前都那么抠，熟悉了之后那还不得更抠啊？那我还想再替这个男性们说一句，就我觉得就是因为相亲他不可能只跟一个人相，对吧？他可能同时间，也许每周安排见一个，下班了之后，那不可能每周见一个都让男生来请，对，那他收入也不一定负担得了，而且现在国内不都说消费降级，收入下降嘛，然后很多大厂都裁员啊什么，对于男性来说确实压力可能比较大。如果都他们请的话，如果确立了恋爱，我并不认为说男性在相亲的时候他们要 AA 就等同于说他是一个很抠的人，他确立恋爱关系他还要永远跟你 AA，这我倒是持不同意见。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双方可能在不同的立场持不同的意见。你比如说我刚才谈这个问题，男生可能就想不到，那你刚才谈的问题，女生也不会想啊，说这个男的可能一周要见20个，所以他要花20分钱，他也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，而只是他觉得这个男的在我身上没怎么花。所以你看，同一件事儿，就是从双方的角度，他们考虑问题真的是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咱俩挺逗的，为什么你都在帮女生说话，我在帮男生说话？我还真不是刻意的去帮女生说话，立什么人设啊，我就是说，我认为女生她大概率可能会从这些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而且这个角度我认为还是挺有道理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你讨论的问题的角度也是挺赞成的。这就是说，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个灰度的事情，没有说非黑即白，不是对就是错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如果相亲的时候不 AA，那一般来说，你想一个人他可能相亲10个，你找到你的人生伴侣，能够进入恋爱，都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吧，对吧，朋友们？那如果说不 AA，那一个男生相亲10个女生都他买单，那一个女生相亲10个男生，那就相当于女生被请了10顿饭。那如果这样，确实好像对男性不太公平。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吧，我也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就我也是女生嘛，就我个人来说，如果男生他不主动提，我可能也不太会去主动想着说我主动要跟你 AA， 但是我确实会，比方说男生请了一顿饭，那我可能是这个吃完饭之后我买一杯奶茶，或者说看电影的时候我买电影票的钱，这个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如果男生他提出来了说，就是我们比方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男生就可以说，哎，我们能不能 AA 呀？这一顿饭各付一半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然后像这个男生他做的实验呢，他是第一顿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吃过第一顿饭了嘛，是这个男生请的。他如果第2顿他说还想再见面，然后说第2顿能不能你来请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首先看我对这个男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聊得来，是不是有好感。如果有好感，那当然没问题，第2顿就我来请呗，大家再增进一下了解。我对这个男生第一次见面就没有好感，不管是说没有看对眼呢，还是说通过聊天感觉这个性格不太合适啊，那我可能就会说直接就把第一次，那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如果有这个 AA 的想法，我会把他第一次吃饭他已经付的钱，我给他转账一半回去，那我可能第2次就不出来见面了。就我个人的话，我会是这样的一个操作。说到这儿，我给你讲一个反例啊。我不跟你说我那个大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玩得特别好嘛，我们经常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喝酒啊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哥们儿，那个哥们儿感情经历非常丰富，相亲经历也非常丰富，经常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讲他的这些经历，挺有意思的。他当年跟我们讲过一个例子，我就觉得特别有说服力，就是他当年有一个相亲对象啊，在顺义离北京城区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啊，他好像那个
相亲对象在顺义的一个什么国际学校里面当老师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哎，感觉互相感觉挺不错的。我这哥们儿长得也挺帅啊，然后工作也各方面都挺不错的，又是名牌大学嘛，然后整体给人的一个印象就会一个文质彬彬，然后又非常前途无量的帅哥。所以啊，那个女孩子就蛮喜欢他的，而且不应该准确说是特别喜欢他。那第二次见面，你猜那个女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？什么主动买单？还不是主动买单，而是主动订房哈。当然咱说的是素的啊，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事儿，只是说因为这个顺义离城区比较远，他们想呢第二天然后还可以再约会一下嘛，所以就是说整个一个周末不2天嘛，所以周六那天晚上就住在顺义。这个女孩子就提前给这个男生啊就订了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一个酒店，而且规格还挺高的一个酒店。而且我这个同学后来跟他说啊，这个酒店的钱我自己出，我把钱给你。这女生就是不要，他就说啊，你看你是来看我的呀，然后你又请我吃饭了，我给你订个酒店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是人家没有说住在一起啊，就是说这个女孩子为我这个同学专门订了一个酒店，让他住在那里，然后这女孩子没有在这里住，大家不要想多了。我就什么意思、啊？大家一定会想多的，大家一定会说，反正人家跟我说是没有。你这哥们儿太不解风情。然后人家就反正意思就是，如果一个女孩子真的很喜欢你的话，其实她根本就不 care 跟你 AA 的。当然，我不说绝对所有女孩这样，但是大概率是，如果一个女孩特别喜欢你，她还是愿意去付出啊，就不像那哥们儿啊，给10个全失败啊。虽然最后一个买单了，送出去小礼物了，但是呢也是不情不愿的，而且就说如果男生跟她提这个要求，她也是非常下头的。但我同学当年相亲的这个对象，人家是真的就是义无反顾的，就是要去买这个单，人家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下头啊这个那个的，就是因为喜欢就愿意付出。其实这个例子啊，就挺符合我开始就站在女孩子那个角度，非常理解女孩子为什么觉得这个 AA 会下头。她会认为你跟我 AA 真的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，没有看上我。你要是真的很喜欢我，你根本就不会提这个要求，对不对？那这么说的话，还得感谢 AA 制的存在了，这不大大提高了相亲的效率吗？哎，没错啊。男生只要一提 AA， 女生就知道哦，好了，这男生没看上我，那这个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啊，他在第2次约会之前，线上跟人家说要 AA 的时候，那有5个还是几个全都拒绝了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。对，这不一下就大大提高效率，男生也不用说连续请好多顿，然后男生也知道说，哦，我跟这个女生提个 AA， 他就拒绝，那表示这个女生其实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的。这么一说啊，对方是否要跟你 AA， 那就是一个试金石啊。就大大节省大家的时间和效率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。如果 AA 的话，基本上大家就是像朋友那样处，就不太，就说明起码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是不太有火花的那种。没错。然后至于你刚才说的，女生对于自己比较有好感的男生，其实是不太会去吝啬去付出金钱，就是吃饭的钱啊，咱不说大钱，不然的话，那杀猪盘不是，那借大钱也不太合适。我觉得像吃饭这种钱，确实是的。就是如果说对面是一个我们也不说高富帅吧，就比较是各方面都还不错，然后也是这么一个五好青年。然后要 AA 的话，我觉得女生其实是可以接受的，这也不就证明了，你说社会上不是还有好多那种什么富二代嘛？其实去谈朋友什么，压根都不用出1分钱，然后还有女生跟着。就是说白了，女生她之所以能够接受说跟你 AA， 或者说我在一开始她就是说不太看重你的钱，或者不太花你的钱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钓长线放大鱼的意思。就是女生她其实在乎的是后面，就是你不能看这个在野党是怎么样的，要看最后的执政党。就是说，即使女生现在对你有好感，那在相亲的时候，为了就是表演一个比较好的形象吧，有点高风亮节那种感觉，就跟你但是恋爱之后肯定，或者说尤其结婚之后嘛，肯定还是会怎么说呢？就是对你这个就很明确嘛，对，就是你们尤其中国的女孩对于金钱方面这个，它就是最好的表现。对，就是中国女孩在于。不说中国很多家庭都是女生管钱嘛，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吧。然后我最后啊，我想提一个建议哈，就是说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来说哈，我觉得这个相亲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吃什么饭，对吧？现在你看经济也下行，也不太景气，也不说这个经济景不景气的问题，就是我觉得正常的相亲第1次约会，其实就约个咖啡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，对吧？你想一杯咖啡再来点甜点，
那也没有多少钱嘛，然后双方也都比较轻松，比较惬意。然后那么环境呢，咖啡厅的环境也会比较好，然后也比较安静，也不像饭馆那么嘈杂，是吧？经常。然后你在两个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呢，如果一方看不上另一方，可以拔腿就走啊，因为咖啡可以很快的时间。你要吃一顿饭，你等那个菜上桌都要挺长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约咖啡往往应该是相亲的最好的第一选择。然后双方经济压力比 AA 还高效。对，所以办法总是有的，就看你想不想，动不动脑筋。关于男女相亲 AA 制，小伙伴们有什么意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们的经验和看法。对，本期就讲完了，下期再见。希望拜拜下期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好了。多喝热水。